朝鲜与韩国再也不是同族，而是完全敌对关系。2023年即将结束之际，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发表了一通惊人言论。半个月后，朝鲜更进一步宣布废除朝鲜方面负责朝韩对话、协商与合作的机构，并准备切断朝韩之间的联络线路，拆除朝鲜境内的朝韩合作纪念塔。而这也标志着朝鲜方面曾经高调宣传的高丽民主联邦共和国方案彻底破灭。现代朝鲜半岛的分裂始于二战前后。根据1943年的开罗宣言和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朝鲜半岛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美苏两国在朝鲜问题上却都怀有自己的小心思。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独立之前要对朝鲜先进行30年的托管，来培养朝鲜的自主能力。苏联也对托管并无异议，只是把英国也加入了托管国家，并提出需要缩短托管的时间。最终在雅尔塔会议上确定了对朝鲜半岛的4国分区占领方案，但是最终中国和英国都并未参与朝鲜的战后管理，朝鲜实际是由美国与苏联瓜分。在对朝鲜实行托管期间，美苏两国各自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利益需求，支持了当地的政治力量，建立了自己的政权。1948年5月，南朝鲜举行普选，8月宣布成立以李承晚为总统的大韩民国。北朝鲜也紧跟着进行了选举，并在9月9号成立了以金日成为内阁首相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两个政府都自认是朝鲜半岛唯一的合法政权，且在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和军事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导致尽管双方是同一个民族，关系却是势不两立的状态。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战争初期，朝鲜人民军势如破竹，迅速占领了韩国的大部分领土，直逼釜山，似乎无通有望。然而，韩国政府向美国求援，美国主导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了决议，成立了以美国为主的联合国军，参与了朝鲜战争。在联合国军加入战场之后，朝鲜瞬间落入下风，一直退到鸭绿江边。这时，中国志愿军为了保家卫国，毅然参战，打退了联合国军的进攻，帮助朝鲜夺回了大部分领土，将战线稳定在38线附近。最后，1953年7月27号，双方在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定。战场的硝烟随着停战协定的签订而逐渐远去，但半岛的未来依旧灰暗不明。朝战以后，朝鲜半岛被长期固化为南北2个敌对状态，成为冷战中最具有爆发性和不稳定性的地区之一。即使是苏联解体之后，朝鲜半岛的局势依旧十分紧张。但是，作为同一个民族分裂出的2个国家，尽管在政治上处于对立的状态，但是从感情上来说，无论是朝鲜还是韩国，都有恢复统一的愿望。因此，在意识到武力统一难以实现以后，1960年，朝鲜第1代领导人金日成就提出了北南联邦制的设想。根据这一设想，1971年，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发布了关于统一祖国的8项救国方案，呼吁南北方同时裁军，美军退出朝鲜半岛和南北统一的大选。此时恰逢基辛格访华，美国在亚洲战略收缩，韩国在面对朝鲜的时候处于劣势。因此，韩国政府在收到朝鲜释放的和平统一信号时，并没有如之前一样置之不理，甚至是镇压拥护和平统一的民众，而是积极地给出了回应。此前在国内实行军事统治、压制境内统一呼声的韩国总统朴正熙也在发言中称，若将朝鲜的重工业与韩国的工业实力相结合，任何强大国家都不值得我们羡慕。一时间，朝韩双方一改前几年剑拔弩张的姿态，竟是出现了一段难得的缓和期。1972年，两国还签署了一份关于和平统一的南北共同声明，其中约定了排除外来干扰、超越思想、信念和制度的差别、促成南北交流等7项和平统一方针。随后，根据声明设立的南北协调委员会进行了数次沟通，但是进展却十分缓慢。而朝鲜方面也注意到朴正熙根本没有和平统一的诚意，口头上说是促进和平统一，实际上却是在以此为借口排除异己，打压统一力量。朴正熙以促进统一为由，宣布韩国戒严、关闭社团、高校、解散国家会议，转过头来却向朝鲜提出希望朝韩达成和解之后共同加入联合国。这不就是要搞2个朝鲜吗？金日成闻讯勃然大怒，宣布南北共同声明失效，朝鲜要继续支持南方人民的革命运动。但是这个挫折并没有让朝鲜彻底放弃南北和平统一的念头。1980年10月10号，金日成在朝鲜劳动党第6次代表大会上再次拉出了他曾经的高丽联邦设想，正式提出了一份高丽民主联邦共和国的建国方案。这一方案系统地提出10大施政方针，涉及政治、经济、科学等各个方面。此后，朝鲜方面以这份方案为基础，与韩国进行了多次沟通和交流。
在金大中时期和文在寅时期一度达成了一些共识，但是这种阶段性的缓和最终都没能继续发展下去。终于在2023年12月30号，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上宣布，朝韩已经是完全敌对的关系。在这之后，今年1月15号的朝鲜第14届最高人民会议第10次会议上，金正恩再度强调，韩国已经是朝鲜的头号敌国。在这次会议上，朝鲜决定废除负责朝韩对话、协商与合作的机构，还准备切断朝韩之间的联络线路，拆除朝鲜境内朝韩合作纪念塔。这也标志着曾经由朝鲜高调提出的高丽联邦方案彻底宣告破灭。从字面上来看，朝鲜所提出的高丽联邦方案是合理且诱人的。该方案希望南北双方政府在保留权力的同时，对外一致维护半岛利益，对内共同促进互联互通。朝鲜甚至还主动提出要把朝鲜半岛建设成为和平区和无核区，主动放弃了自己一直心心念念的核武器，可以说是做出了重大让步。这份看似理想的方案最终如此惨淡收场，其中缘由也是令人唏嘘。朝鲜半岛问题是冷战产物，在半岛局势当中，冷战思维从未散去。自80年代末，韩国正式提出了自己的统一路径以来，就一直强调统一后的国家是以韩国政府为主体的单一民主国家。除了意识形态问题，朝韩双方之间完全对对方缺乏信任，也是朝韩和平统一方案的一个极大的阻碍。朝鲜方面提出的方案中，大篇幅强调民族自主，这一方面是民族独立的愿望，另一方面也不难看出，朝鲜希望以美国退出半岛为前提来推动半岛和平方案。但是对于韩国来说，有过被朝鲜人民军3天打下汉城的惨痛经历，他们怎么敢让美国退出半岛呢？没有了美国的保护，万一朝鲜再来一次军事行动，韩国方面完全没有信心独立应对。而对于朝鲜来说，韩国与美国勾连在一起，也是朝鲜所无法应对的。他们也不愿意在美国没撤出的情况下，就先和韩国统一。而美国更是朝鲜半岛问题的万恶之源。美国长期对朝鲜采取极限施压的方针，导致朝鲜对韩国的信任更加脆弱，同时有更强烈的发展军事保卫国家安全的愿望。而朝鲜方面致力于军事发展，则会引发注重经济而军事实力有限的韩国的高度紧张，朝鲜半岛局势就这样陷入恶性循环。另外，韩国方面在半岛政策上的反复不定，也是导致半岛和平进程难于推进的一个重要原因。相比于朝鲜政策的一以贯之，韩国每逢政府换届，政策上就要发生剧烈变化。文在寅时期还是积极推动朝韩交流，到了尹锡悦就又成了加强与美日的联络，对朝施压。朝鲜与韩国好不容易达成了一些进展，韩国政府换届就可能完全被推翻，这自然令半岛和平统一更加遥遥无期，也令朝鲜耐心耗尽。